大家好，我是李伟康，今天是8月28日，星期四。今天要谈的话题呢，对我来说特别切身啊，因为发生的地点呢就在我家附近 ，Happy Garden 的前污水处理厂空地，也就是 Lot 44432。最近呢，这块土地呢忽然成为发展商打主意的对象哦。开始呢，有人来问探居民，问要不要说建体育馆啊，要不要美食中心啊，甚至有人打听能不能够发展成公寓。这个消息一传出啊，整个社区呢都炸开了锅啊。居民的共同心声呢是很简单的，我们不要再多一个制造交通拥挤的设施，我们要的是一片真正属于大家的绿肺，一个休闲的公园。先来一段公民科普啊，什么是吉隆坡地方计划2040呢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市政局 DBKL 制定的一份未来15年的土地用途规划，把哪些地方能够盖公寓啊，哪些地能够做商业啊，哪些地能够保留为绿地啊，全都规划进去。而 Happy Garden 的这一边土地呢，本来是污水处理厂啊，退役后被重新划分，因为没有明确划为公共绿地，所以这就留下了灰色的地带，给了开发商打主意的空间。我自己住这里呢40多年了，每天呢都亲身体验交通拥挤的程度。几十年来，路还是那几条哦，但是周边的公寓呢，过几年呢就忽然冒出一栋。大家都知道啊 ，Happy Garden、Taman Desa、Oakland 路这一带的交通是什么状况啊？早上和傍晚的时候塞车是日常。你要出去上个班呢，从小区开到这个大路口，可能就要卡个20到30分钟哦。现在连现有的车流呢都承受不住了，如果再来一个体育馆或者是商业中心呢，就能让本来已经满到爆的这个道路彻底崩溃。居民们说 ，No， 不是反对发展，而是因为这里的现实是根本承受不起啊。很多时候，发展商的套路呢，就是会先打着社区设施的旗号，说只是小小的社区礼堂啊，只是便利的体育馆啊，然后一步一步改用途，最后变成高楼大厦。其中一名居民 Tracy 哥讲得很对啊 ，Once lands use shift, open space quickly becomes concrete。换句话说，一旦土地用途改变了，最后就不是居民说了算，而是推土机和水泥车进场，绿地呢从此就会消失。这一块前污水处理厂的用地是少数还没有被水泥化的空间。这些年，吉隆坡的开发一波接一波，每一次我们都说要保留绿地，要打造宜居的城市，但实际上呢，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把绿地出卖给发展商。到最后，我们剩下的绿地呼吸空间呢，只会越来越少。别忘了，这块地呢就在 Happy Garden 的居民区旁边哦。如果能够改造成社区公园，对我们、对孩子、对老人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发展。这里我也要举个例子啊，大家还记得前几个影片，达曼迪萨居民呢也面对同样的挑战。那个时候，发展商把最后一片空地呢拿去盖高楼哦，居民坚决反对，他们的理由跟我们一样。基建不足、交通压力、社区品质恶化，最后因为居民组织起来，联署上街，找律师、找 NGO、找媒体，整件事呢才引起全国的关注，逼得市政局呢不得不重新考虑。今天我们 Happy Garden 也必须走同样的路，否则这一块地呢一定会沦落为另外一个发展艰难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觉得至少有3件事。第一，要团结起来。不要让发展商逐家逐户来说收集意见哦，就当成了社区同意。居民协会要有一致立场，把我们要公园不要体育馆的白纸黑字写清楚。我这里呢准备了一份问卷，请大家帮忙填写，留下联络方式和意见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统计居民的共同立场，并在与 DBKL 对话时呢拿出具体的数据和名单。第二，要把问题制度化。这块地在 DBKL 的规划里不是绿地，那么我们就要去争取，把它改为 R1 的低密度住宅，或者直接要求划为 Open Space。这要联署，需要法律上的程序。第三，要有策略性的盟友，就像这一次 YB 郭树清呢已经表态支持居民哦，我们要把声音扩大，不只是靠1-2个居民的来投诉，而是透过媒体、透过社会舆论，甚至透过国会呢，把这个议题放大。最后，我想强调 ，Happy Garden 的居民呢，不是反对发展啊，而是反对盲目的、没有考虑基础设施承载力的发展。城市需要呼吸的空间，孩子需要玩耍的草地，
老人需要散步的地方，这些东西呢不能够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。如果我们今天不站出来呀，那么明天这里就会再多一栋大厦，少一片绿地。无论你是不是住在这里附近的居民，都请你把这个影片分享给大家，让他们一起密切关注这一个事。毕竟啊，这不只是 Happy Garden 的问题，整个吉隆坡有60个退役污水厂处理地点，他们都面对同样的挑战，是给发展商呢，还是还给市民？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用的话，请订阅、分享和转发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，让这一个社区的声音能够被听见。我是李伟康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